嗨，我是老高。今晚我们来聊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逆袭故事。一个贪财怕死、干啥不行的中年废柴，怎么就变成了华夏2000多年来被无数帝王膜拜的治国之神？你可能觉得我在吹牛，但我告诉你，这个人的经济学头脑放到今天，那些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见了都得跪下叫一声祖师爷。他叫管仲。春秋第一相，孔子说过一句话：没有管仲，咱们现在可能还披着兽皮，说着蛮夷的语言。就这评价，2000多年来没有第二个人能拿到。但你知道最离谱的是什么吗？这位被后人封神的千古名相，他人生的起点是一辆破烂囚车。公元前685年深秋，齐鲁边境的古道上，风卷着黄土，几个全副武装的齐国士兵正押着一辆吱呀作响的囚车往临淄方向走。车里头关着一个披头散发的中年男人，手脚上全是铁链子，嘴唇干裂得像龟裂的河床，一双眼睛透过木栅栏冷冷地盯着远方。按照正常剧本，等着他的就是一场公开处刑，剁成肉酱那种。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马上就要变成一堆碎肉的死囚，会在未来40年里一手把齐国从一个内乱不止的烂摊子打造成整个春秋时代最强大的超级霸主。我觉得这个人最让我佩服的一点是，他在最绝望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自己。你想想，主子死了，同事殉节了，全天下都觉得你该去死，你不死就是不要脸。换成我们普通人，可能早就崩溃了，但管仲没有。他冷静得像一台计算机，在死亡的边缘还在盘算翻盘的概率。这种心理素质，说实话，如果是我真做不到。好，咱们把时间往回拨一拨，聊聊管仲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囚车里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头把管仲早年的底裤扒得干干净净。这哥们儿早年丧父，家里穷得叮当响，为了混口饭吃，他拉着自己的发小鲍叔牙一块做生意。结果呢，每次分钱的时候，他永远是拿大头的那个。鲍叔牙出的本钱多，分的钱反而少。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后来他觉得做买卖没前途，跑去给人当幕僚当小官，干了3次，3次都被辞退。人家老板的原话大概就是：你这人嘴上一套一套的，实际干活不行，走吧走吧。更绝的是上战场，齐国打仗，管仲3次被征兵，3次上了前线，3次都当了逃兵。两军对阵的时候，别人往前冲，他往后跑，跑得比兔子还快。你有没有发现，这简直就是一个标准的人生输家模板？贪财、无能、怕死，干啥不行。逃跑第一名放在今天的互联网上，这得被骂成什么样？但我告诉你，真正的顶级人才从来不在乎世俗的评价体系。管仲为什么多拿钱？因为他家里有个年迈的老母亲要养。他不是贪，他是没得选。他为什么当逃兵？因为他太清楚自己脑子里装的东西值多少钱了。他要是像个普通士兵一样死在冲锋的路上，那才是真正的暴天物。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务实，他不跟你玩什么虚的，什么名节，什么义气，在活下去这件事面前，全都得靠边站。这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处境其实很像。你在职场上忍气吞声，不是因为你没骨气，是因为你背后有房贷，有孩子的奶粉钱。管仲2000多年前就想明白了这个道理。经历了商海沉浮和底层挣扎之后，管仲把《人性》这本书翻来覆去读了个透。他发现，无论你做小买卖还是当小官，都改变不了穷困的命运。想要翻身，就得赌一把大的。什么叫大的？政治投资，压住一个未来的国君，赢了就飞黄腾达，
输了就粉身碎骨。当时齐国的政治局面是这样的：国君齐襄公是个荒淫无道的暴君，被人发动政变给杀了，整个齐国乱成一锅粥。齐襄公的2个弟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就是仅存的2个合法继承人。管仲和鲍叔牙这对老搭档，在这个时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管仲跟了公子纠，跑到了鲁国；鲍叔牙跟了公子小白，跑到了郭国。管仲的投资逻辑非常清晰，鲁国是大国，实力雄厚，而且鲁国国君是公子纠的亲舅舅，有这么一个强大的外援做靠山，公子纠回去继位的概率明显更大。这个判断从逻辑上来说没毛病，但政治这个东西从来不是靠逻辑就能算清楚的。齐国内乱平息之后，新君的位子空了出来，两边同时收到消息，一场生死时速正式开跑。鲁庄公为了确保自己外甥公子纠能顺利登基，亲自带了300乘战车，浩浩荡荡护送公子纠回国，声势很大，排场很足。但管仲的脑子转得快，他马上发现了一个致命问题：艮国虽然小，但是离齐国都城临淄近啊。如果让小白抢先一步进了城，那就是生米煮成熟饭，你300乘战车来了也没用。于是管仲主动请缨，带一支轻骑兵抄小路去截杀公子小白。他的想法很简单，把竞争对手直接干掉，一了百了。在齐鲁交界的荒野上，管仲的人马和小白的车队狭路相逢，深秋的风呼呼刮着，卷起漫天黄沙。管仲站在战车上，眼神冰冷，张弓搭箭，瞄准了对面车里的小白。弓弦一响，箭如流星，这一箭射得又准又狠，直接命中小白的腹部。小白应声栽倒在车里，鲜血从嘴角流出来。管仲远远看着，松了一口气，竞争对手死了，大功告成。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一箭射中的是小白腰上的一枚铜制带钩，箭头被铜片挡住了，根本没伤到肉。而小白这个人，在那一瞬间展现出了让人头皮发麻的政治天赋。他被箭射中的那一刻，立刻咬破了自己的舌头，让血从嘴角流出来，然后像死人一样瘫软在车里，一动不动。他身边的随从都以为主子死了，哭天抢地。管仲更是深信不疑。我跟你说，这个演技拿奥斯卡影帝都绰绰有余。一个10几岁的年轻人，在突然遭遇暗杀的瞬间，不惊慌，不叫喊，反而立刻想到装死来迷惑对手。这种冷静和判断力，天生就是当王的料。管仲满心欢喜地掉头回去复命了。他告诉公子纠和鲁庄公，小白死了，咱们稳了。鲁国这边一听，那还着什么急啊？反正对手已经没了，慢慢走呗。于是这支大军就像春游一样，走走停停，磨磨蹭蹭，足足花了6天才晃到临淄城下。6天，就这6天，改变了整个历史走向。因为那个死人公子小白，在管仲掉头的那一刻就从车上爬了起来。他和鲍叔牙换上最快的马车，没日没夜的狂奔，利用晋国离临淄更近的地理优势，抢先一步冲进了城。城里的2大贵族高氏和国氏早就暗中投靠了小白，在他们的拥立下，小白闪电登基，成了齐国新君，史称齐桓公。等鲁庄公和公子纠带着大军磨到城下的时候，看到的是城墙上崭新的王旗和严阵以待的甲士。管仲那一刻如坠冰窟，他赌上全部身家的那个未来，因为一枚铜带钩和6天的傲慢，彻底化成了泡影。说实话，如果是我碰到这种事，可能心态直接就崩了。你想想，一箭没射死，这概率得多小？就差那么一点点，历史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不给你后悔的机会。接下来的事态急转直下，齐桓公为了斩草除根，立刻出兵跟鲁国开打。双方在前石这个地方爆发了一场大战，齐军新胜，士气如虹。鲁军远道而来，又骄傲轻敌，被打得全线崩溃。鲁庄公连自己的国军专车都丢了，狼狈逃回鲁国。这一仗彻底打断了公子纠的脊梁。紧接着，齐桓公又派鲍叔牙去鲁国下最后通牒：公子纠，你们鲁国自己动手杀了吧，我不忍心杀亲哥哥，但管仲和赵乎这2个人必须活着送回齐国，我要亲手把他们剁成肉酱。鲁庄公刚吃了败仗，哪有讨价还价的底气？他二话不说就出卖了公子纠。公子纠在鲁国的一处馆驿里被逼自杀，而那个跟管仲一起辅佐公子纠的赵乎，抽出长剑就抹了脖子，用命践行了对主子的忠诚。所有的目光此刻全都聚焦在管仲一个人身上。按照那个时代的规矩，主子死了，同事殉节了，你管仲怎么也该跟着去死吧。但管仲没有，他没有拔剑自刎，也没有趁乱逃跑，他平静地伸出双手，让人给自己戴上镣铐。他的脸上没有恐惧，没有绝望，甚至看不出任何多余的情绪。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走进了囚车，在别人眼里，这是贪生怕死。但我觉得，管仲心里算得明明白白，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他那一肚子的治国方略、经济理论，总不能带到棺材里去吧？只要活着，就还有翻盘的可能，哪怕这个可能只有1%。他把自己的命当成最后一枚筹码，留在牌桌上继续赌。而就在管仲坐着囚车往齐国走的同时，在临淄的王宫里，一场改变他命运的对话正在发生。齐桓公刚打完胜仗，心情大好，坐在王座上看着台阶下的鲍叔牙，满眼都是感激。这个人从逃亡到归国，一路忠心耿耿，现在总该给他最大的赏赐了。齐桓公大手一挥：仲父啊，不是，叔牙啊，齐国的相邦之位就是你的了。这要是换成任何一个正常人，跪下谢恩就完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多少人做梦都想要的权力巅峰，现在白送到面前来了。但鲍叔牙摇了摇头，他拒绝了。我跟你讲，这个举动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到手的宰相不当，你图什么？鲍叔牙看着满脸错愕的齐桓公，问了一个问题：君上，您的目标是守住齐国这1亩3分地，还是要称霸天下？齐桓公说：当然是称霸天下。鲍叔牙说：如果只是守家，我和高亢的就够了，但如果您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那我的能力撑不起这个局面。能帮您实现这个目标的人，天下只有一个，就是管仲。这2个字一出来，大殿里的温度骤降。齐桓公下意识摸了摸腰间那枚铜带钩，眼里全是杀意。他咬着牙说：管仲那个逆贼差点射穿了我的肚子，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让我拜他为相。鲍叔牙没有退缩，他开始一条一条列举自己不如管仲的地方。史书上记载了著名的5不如：宽厚安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结交诸侯，建立同盟，我不如他；制定礼仪，让天下效法，我不如他；擂鼓阵前，让将士拼命，我还是不如他。你听听，这是什么格局？为了把好朋友推上去，他当着国君的面把自己贬到了尘埃里。然后鲍叔牙说了一句刺穿本质的话：管仲当年射您，是因为他当时的主子是公子纠，各为其主，那是他忠诚和能力的证明。如果您用他，他同样会用这种不要命的劲头为您拼天下。我觉得鲍叔牙这个人
才是整个故事里最了不起的角色。他太清楚自己的定位了，他知道自己是个好人，但好人当不了宰相。他也知道管仲是个天才，天才不该死在囚车里，所以他做了一个对自己最不利但对国家最有利的选择。你有没有发现，历史上真正推动事情发展的，往往不是站在台前的那个人，而是在背后默默让位的那个人。齐桓公毕竟是有枭雄潜质的人，他被鲍叔牙的逻辑说服了，压下丝绸，同意赦免管仲。但问题来了，管仲还在鲁国关着呢，怎么弄回来？这事不简单。因为鲁国有个聪明人叫师伯，早就看出了管仲的价值。师伯跟鲁庄公说，管仲是天下奇才，要么咱们自己用，要么直接杀了，千万不能活着还给齐国。鲍叔牙深知，如果齐国派人去说我们要重用管仲，请放回来，师伯立刻就会动手。所以他策划了一场反向心理战，他让齐桓公写了一封充满仇恨的国书送过去，上面写，管仲设我代沟之仇，不共戴天，必须活着送回来，寡人要亲手剁了他。鲁庄公一看，哦，齐国是要报仇啊，那赶紧送走吧，别因为这事再惹齐国打过来。他拒绝了师伯的建议，下令把管仲装进囚车押送齐国。你看，这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威力。鲍叔牙用一封假信骗过了鲁国所有人，但坐在囚车里的管仲并不知道齐国那边的安排，他只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随时可能断掉的钢丝上。他猜到了一种可能，如果鲁国的师伯反应过来，一定会派追兵来杀他，在鲁国地界上多待1秒钟，就多一分危险。怎么办？管仲做了一件让人拍案叫绝的事，他在囚车里编了一首节奏欢快的行军歌，扯着嗓子唱。押送的士兵本来就累得要死，归心似箭，被这歌的节奏一带，不知不觉就加快了步伐。原本要走好几天的路，硬是被这帮人连夜赶路给缩短了。果然，就在囚车刚出鲁国边境不久，师伯说服鲁庄公派出的追兵就到了，但已经晚了。管仲靠一首歌抢出了救命的时间差。我跟你说，这个细节太精彩了。一个带着镣铐的死囚，没有武力，没有金钱，没有任何可以调动的资源，就靠对人性的精准把握。他知道士兵想早点回家，就完成了自救。这就是管仲，他永远能在最绝望的处境里找到那个最小的缝隙，然后把自己塞进去。在齐国边境的唐父，鲍叔牙已经等了很久了。他没有摆什么大国重臣的架子，亲自跑到路边去接。囚车一停，他上去就砸开了锁，亲手解掉管仲的镣铐。两个人对视了一眼，没有抱头痛哭的矫情戏码，也没有劫后余生的感慨万千，就是一个眼神，什么都说了。鲍叔牙给管仲准备了新衣裳和沐浴的地方。他说，过去那个落魄的你，从踏进齐国的那一刻就死了，现在换上这身朝服，去见你的新主人吧。管仲洗净铅华，换上崭新衣冠，登上豪华马车，朝着临淄城疾驰而去。而在那座宏伟的宫殿里，齐桓公已经斋戒沐浴了整整10天，用迎接神明的最高礼节等着他。你想想这个画面，10天前你还是个死囚，10天后一国之君用迎神的规格等你。人生的大起大落也不过如此了。当管仲和齐桓公终于在大殿里面对面的时候，那枚铜带钩还挂在齐桓公腰间，但此刻它已经不再是仇恨的证据，而是命运的钥匙。齐桓公开门见山，齐国刚经历内乱，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天下，我想称霸，怎么做？换成一般人，肯定马上就开始大谈如何招兵买马，如何修筑城墙。但管仲没有急着回答，他先看了看这位年轻的君王，用一种审视的目光。齐桓公被看得有点发毛，
主动坦白了自己的3大毛病。第一，我好打猎，一玩就停不下来，经常耽误正事。第二，我好女色，后宫养了一堆美人，沉迷其中。第三，我好喝酒，贪图享乐，受不了清苦。说完这3条，齐桓公小心翼翼地问：我这么多毛病，是不是就没资格称霸了？你知道管仲怎么回答的吗？他笑了，他说：这3个毛病确实不好，但对称霸没有致命影响。齐桓公大吃一惊，那什么才是致命的？管仲收起笑容，一字一句地说出了4个核心要害。第一，不知贤，不知道谁是人才。第二，知而不用，认出了人才却不给机会。第三，用而不认，用了人却不给实权。第四，任而复以小人身之，信任了人才却又安插小人去掺和。我觉得这4条放到今天的职场上，依然精准的可怕。你想想，多少公司的老板犯的不就是这4个错误吗？找不到牛人，找到了不敢用，用了又不信任，信任了又被小人搅局。2000多年了，人性半点没变。管仲告诉齐桓公，国家不是靠你一个人的道德完美来运转的，是靠一套人事系统。你喜欢打猎、喝酒、睡美人，顶多落个荒唐的名声，只要你的用人机制是对的，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就算你天天在后宫喝酒，这个国家照样能运转得飞快。但如果你在用人上犯了错，你就是天天通宵加班，国家也照样完蛋。这种把私德和公共管理彻底切割的思想，在2000多年前简直就是炸弹。它解放了齐桓公长期以来的道德焦虑，让他从一个纠结自己够不够完美的普通人，变成了一个只需要关注系统运转效率的 CEO。 齐桓公听完大彻大悟，他终于明白鲍叔牙为什么拿命来担保这个人了。这3天3夜的面谈结束后，齐桓公做了一个让满朝文武全部倒吸凉气的决定，任命管仲为国相，把所有权力交给他，尊称他为仲父。从死囚到宰相，3天，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极端的一次身份转换了。好，拿到权力了，管仲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他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打仗，不是修城墙，而是搞钱。在管仲的认知里，打仗打的从来不是士兵的热血，打的是国库里的存粮和青铜。你家底不够厚，拿什么去跟人家拼？齐桓公也急，他问管仲，能不能征收房屋税？管仲摇头，征房屋税，百姓就拆房子。那征树木税呢？管仲摇头，征树木税，百姓就砍光树。那征牲畜税呢？管仲摇头，征牲畜税，百姓就偷偷把牲口杀了。齐桓公急了，那按人头收税总行吧？这是最简单粗暴的办法。管仲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他说，按人头收税是最蠢的做法，逼得百姓抛妻弃子，隐瞒人口，逃跑流浪，国家还没称霸，自己先乱了。齐桓公瘫在椅子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钱从哪儿来？管仲微微一笑，吐出3个字：关山海。就这3个字，开创了一整套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国家财政制度。我跟你拆解一下管仲的逻辑，你听完会觉得这个人的脑子简直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齐国东边有大海，可以煮盐；南边有群山，可以采铁矿。盐和铁是什么？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离不开的刚需品。你可以不买丝绸，可以不买美酒，但你不可能不吃盐，不可能不用铁器种地。管仲的设计是这样的：盐让老百姓自己去海边煮，国家不管生产环节，但煮出来的盐不许私下交易，必须卖给国家，然后国家在收购价上加一笔利润，统一销售。这笔加在盐价里的利润，本质上
就是一种隐形的人头税。但妙在哪儿？妙在老百姓感觉不到，他觉得自己花的是买盐的钱，不是在交税。你直接跟他说交30个钱的税，他立刻造反。但你把这30个钱分散到他每天必须买的盐里头，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间就把钱交了。铁也是一样的逻辑，所有铁矿收归国有，民间可以帮忙炼铁打造器具，但成品按比例分成，国家拿大头，垄断销售。一把铁犁加一点点，一根铁针加1文钱，单看微乎其微，但乘以齐国几百万人口，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你有没有发现，这和我们现在的很多商业模式特别像？什么叫羊毛出在羊身上，但让猪来买单？什么叫免费的才是最贵的？管仲2000多年前就玩明白了，他本质上是在做一件事，把税收隐藏在消费行为里，让国家赚钱赚得无声无息，让百姓交钱交得心甘情愿。这就是管仲的关山海，国家垄断核心资源的生产和流通，用市场化的外衣包裹着计划经济的内核。后来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历朝历代的专卖制度，追根溯源全是管仲这套东西。更绝的是，齐国靠近东海，盐的品质天下第一，而中原内陆的很多诸侯国不产盐，只能从齐国买。管仲就利用这个资源垄断优势，把高价盐源源不断地卖到其他国家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叫贸易顺差，用别人的钱养自己的兵，空手套白狼。几年时间，齐国国库就从空空如也变成了堆金积玉。有了钱，齐桓公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扩军备战了。但管仲没有停下来，有钱只是第一步，光有钱没有组织力，那就是一头虚胖的牛，看着大，一推就倒。他需要把齐国变成一台高效的社会机器。于是管仲做了第2件大事，四民分业。他把全国百姓按职业分成士、农、工、商4个阶层，然后强制让同类职业的人住在一起，种地的跟种地的住，打铁的跟打铁的住，读书的跟读书的住，做买卖的跟做买卖的住，不许混居，不许随意换行当。这个制度在今天看来好像有点不人道，限制了个人自由，但在那个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时代，这是最高效的选择。当同一种职业的人聚在一起，他们每天交流的全是本行的技术和经验。工匠的儿子从小看爹打铁，长大了自然就是好铁匠。商人的儿子从小在集市上泡着，天生就对数字敏感。这种专业化的积累和传承，让齐国在各个领域都迅速超越了其他诸侯。更重要的是军事动员。管仲在基层搞了一套网格化管理，5家为1轨，10轨为1里，4里为1连，10连为1乡，层层负责，责任到人。平时这些人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打起仗来就是同一个编制的战友，彼此熟悉，互相信任，上了战场不会溃散。这等于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切换成战争模式的超级堡垒，和平时是生产单位，战时是作战单位，无缝切换。说实话，这个思路跟现代以色列的全民皆兵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2000多年前管仲就想到了，你说厉不厉害？有了钱，有了高效的社会组织，齐桓公觉得可以打仗了。他站在演武场的高台上，看着底下精锐的部队热血沸腾，转头问管仲：仲父，现在是不是可以出兵扫平天下了？管仲又摇头了。他说：用士兵的血和国家的粮去硬拼，那是莽夫干的事。真正的高手不动刀枪就能让敌人跪下。齐桓公一脸茫然，不动刀枪怎么让人跪？管仲嘴角微微上扬，说了一番让人后背发凉的话。他说：
我们可以用齐国花不完的钱去买他们最引以为傲的特产，买到他们全民发疯，买到他们荒废农业，买到他们国库里除了我们给的钱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突然停止购买，同时切断粮食供应，他们手里攥着一堆没用的钱，却买不到1粒米。怎么办？来求我们。这就是史书上著名的买鹿之谋。管仲拿楚国开刀。楚国深山里有一种鹿，不算稀罕，但只有楚国有。管仲让齐国商人大批进入楚国，疯狂收购活鹿，价格开得高到离谱。一头原本几个钱的鹿，被炒到了几10倍。消息传开，楚国百姓全疯了，谁还愿意老老实实种地？种1年庄稼，不如抓2头鹿。于是农夫扔了锄头，工匠丢了锤子，连当兵的都偷偷跑去山里抓鹿。楚国的田地大面积荒芜，而楚成王呢，他不但不制止，反而觉得齐桓公是傻子，花天价来买自己漫山遍野的畜生。他甚至下令把官府储备的鹿也高价卖给齐国，觉得自己赚大发了。但当管仲确认楚国的农业已经彻底停摆时，他一声令下，关闭所有边境，停止购买，同时严禁向楚国出口粮食，并在其他诸侯国疯狂囤粮，把市面上的粮食买空。几个月后，楚国断粮了，百姓手里全是钱，但买不到一口吃的，饿得遍野，军队连武器都拿不动。楚成王终于明白了，自己被玩了，他只能派使者去临淄低头认输。管仲没动一兵一卒，没花齐国一分真实国力，用经济学干掉了一个军事强国。你有没有发现，这跟现代国际制裁的套路简直一模一样？用贸易依赖、资源垄断、金融手段来削弱对手，比打仗高明1万倍。管仲在2000多年前就把这套玩到了极致。后来他又如法炮制了好几次。代国产胡白裘，管仲就让齐桓公带头穿胡白裘，在齐国贵族中掀起追捧风潮，然后高价去代国扫货。代国百姓为了抓狐狸全放弃了种地，最后一样是饿到投降。衡山国产精良兵器，管仲就天价收购他们的刀剑斧头。衡山国全民赶工打铁，荒废了农业。等管仲突然断供断粮，再派兵压境的时候，衡山国不战而降。这就是管仲的降维打击。别人还在冷兵器对砍的层面上厮杀，他已经用经济学把对手给活活掐死了。但管仲比谁都清楚一个道理，纯靠钱和阴谋建立的霸权是不可能长久的。今天你有钱可以压人一头，明天别人缓过劲来一样能反扑。齐国需要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反驳的正当理由，需要一面道德大旗。这面大旗叫什么？4个字：尊王攘夷。当时的天下格局是这样的，周天子虽然还在洛阳坐着，但已经是个彻底的空架子了。地盘被蚕食，军队打不过人家，说话没人听。而周边的蛮夷趁着中原内乱，疯狂南下劫掠。燕国被山戎打，邢国和魏国被敌人灭，中原一片水深火热。齐桓公问管仲：我已经有了最强的军队和最多的钱，为什么不干脆自己称王？为什么还要尊奉那个没用的周天子？管仲的回答堪称政治学教科书。他说：武力只能征服躯体，征服不了人心。楚国自己称王，结果呢，成了天下公敌，所有正统诸侯都看他不顺眼。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周天子虽然弱，但他是天下正统的象征。我们打着维护天子权威的旗号去行动，就等于拿到了最高执法权。任何不服的人，我们都可以名正言顺的给他扣个不忠的帽子来收拾。我们不用篡位，却能行使天子的实际权力，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而攘夷就是我们展示保护伞能力的最佳机会。弱小的国家被蛮夷欺负，天子救不了他们，
别的强国不管，只要我们这时候站出来帮忙，他们就会感恩戴德，死心塌地跟着我们走。这样齐国不但不会因为扩张而被孤立，反而会成为所有人的救世主。我觉得这段分析特别深刻。你看现在国际政治上那些超级大国，哪个不是一边搞实力，一边抢占道德制高点，一边是航母编队，一边是维护自由秩序的口号。管仲2000多年前就把这套玩得炉火纯青了。有了这面大旗，齐国的行动就有了正义性。公元前664年，山戎大举入侵燕国，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亲率大军北伐，不仅打退了山戎，还顺手灭了孤竹国。凯旋的时候，燕国国君感激涕零，一路送齐桓公送到了齐国境内。按周朝礼制，诸侯相送不能过国境线，但齐桓公没有指责燕军失礼，反而做了一件震惊天下的事，他把燕军送他路过的那片齐国土地割让给了燕国。这个举动传出去之后，天下诸侯全部心悦诚服。你看，齐国这么强大的国家都对周礼如此尊重，还主动割让土地给弱国，谁还好意思说齐国是暴君？紧接着，邢国和魏国被敌人灭了，齐桓公再次出手，他不仅帮忙打退了敌人，还掏钱帮人家重建城池，赠送物资。这种只付出不索取的做法，彻底收买了中原诸侯的人心。在管仲的操盘下，齐国从一个单纯的强国变成了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和秩序维护者。所有人都想躲在这把伞底下，而那个远在洛阳的周天子，虽然心知肚明齐国是在利用自己的招牌，但白拿贡品，白得面子，何乐而不为呢？双方心照不宣，各取所需。这整套操作的最终高光时刻，是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之盟，那是齐桓公一生中最辉煌的巅峰。黄河之畔筑起了高台，天下诸侯齐聚于此，连周天子都派了特使来，带着刚祭祀过周文王、周武王的祭肉，这叫 count。 肉是天子给臣下的最高政治荣誉。更让人震惊的是，周天子还下了一道特旨，体恤齐侯年事已高，功勋卓著，特许他接受祭肉时免去跪拜之礼。这等于变相承认齐桓公跟天子平起平坐了。齐桓公听到这个，心里那个得意啊！他正准备大大方方坐着受赐，但管仲在身后一把拽住了他。管仲压低声音，语气冰冷：“天威不为言咫尺。天子虽然远在洛阳，但他的恩赐代表上天。今天你不跪，明天那些心怀鬼胎的诸侯就有了背叛你的借口。”齐桓公一激灵，酒醒了。他立刻走下高台，整理衣冠，面朝洛阳方向，恭恭敬敬地跪下行了大礼，双手接过祭肉。这一跪不仅没有损害他的威严，反而让所有诸侯更加敬畏。你看，天下最强的人都这么守规矩，谁还敢不服？管仲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化解了一场可能颠覆霸业的政治危机。这个细节我特别喜欢，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强者不是处处逞强的人，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低头的人。受赐完毕之后，才是葵丘之盟真正的重头戏。管仲拿出了一份他亲自起草的盟书，要求所有诸侯共同签署。这份盟书不是什么战胜国的勒索条款，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国际法性质的文件。说它是春秋时代的联合国宪章，一点都不夸张。盟书里有5条核心规定。第1条，不许废长立幼，不许以妾代妻。管仲太清楚了，那个时代的战乱十有8九是因为继承人问题搞出来的，他齐国当年就是这么乱的。这条规定直接掐断了内乱的源头。第2条，尊贤育才，选拔官员要看能力和品德，这是在全天下推广齐国唯才是举的经验。第3条，尊老爱幼，
善待商旅。这表面是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条款，实际上是在为跨国贸易和人才流动保驾护航。齐国是商业大国，当然希望天下的商路越畅通越好。第4条，官员不许世袭兼任，国君不许未经审判随意杀大臣。这是在限制各国君主的绝对权力，用制度来保证官僚系统的稳定。第5条，不许恶意修堤坝，把洪水引向邻国，不许在邻国饥荒时禁止粮食出口。这一条最有意思，管仲自己当年就是用切断粮食供应的手段，搞垮了楚国和代国。现在他当了霸主，立刻把这个杀招列为禁令。为什么？因为他不想别人对齐国也来这一手，同时也是在向天下展示大国担当。我不但自己不干这种缺德事了，我还不许你们干。你有没有发现，这跟现在某些拥核国家搞核不扩散条约的逻辑一模一样？自己有了，就不让别人再搞了。当所有诸侯在盟书上签字画押，饮血盟誓的那一刻，齐国正式完成了从军事强国到文明秩序输出者的蜕变。9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兑现了他对齐桓公的所有承诺。那个曾经在囚车里等死的落魄中年人，此刻身着华贵朝服，站在天下的权力中心，俯瞰着这片被他一手重塑的锦绣河山。经济理论充实了天下的粮仓，网格化管理稳固了齐国的根基，尊王攘夷让野蛮退却，文明重生。葵丘之盟的落幕，标志着管仲的全部蓝图已经化为现实。但所有的巅峰都意味着衰落的开始，再强大的机器也抵不过时间的消磨，再精密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反扑。葵丘高台上的旌旗渐渐褪色，齐桓公步入了暮年，而管仲也终究逃不过自然规律的约束。公元前645年深秋，冷风拍打着相府的窗棂，齐桓公坐在管仲的病榻前，握着那只枯瘦的手，眼里全是惶恐。40年了，他习惯了所有事情都由管仲替他想好，替他安排好，突然要失去这颗大脑，他慌了。他问管仲：你走了之后，谁能接你的班？管仲虽然气若游丝，但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清醒的可怕。齐桓公先提了个名字，鲍叔牙行不行？天下人都觉得这是最顺理成章的选择。管仲的恩人、挚友、3朝元老，但管仲摇头了。他说：鲍叔牙是好人，清正廉洁，嫉恶如仇。但正因为他太正了，他当不了宰相。他看见别人犯一次错，就一辈子记着，永远不给人翻身的机会。治理一个复杂的帝国，不光要有雷霆手段，还得会和稀泥，让鲍叔牙来干这个活。满朝文武天天提心吊胆，最后连您都会跟他翻脸。我觉得这段话特别扎心。好人和好领导真的是两码事。一个道德完美的人，未必能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博弈。管仲太清楚这一点了，所以他连最好的朋友都不推荐。齐桓公见鲍叔牙不行，只好提了自己身边最亲近的3个人。易牙、树雕、开方这3个名字一出来，管仲浑浊的眼睛里突然迸射出冷光。他用尽全身力气，对这3个人进行了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人性剖析。先说易牙，这人管齐桓公的伙食。有一次齐桓公随口开玩笑说，什么山珍海味我都吃过了，就是不知道人肉什么味。第2天，易牙就把自己3岁的亲生儿子杀了，做成肉羹端上来。齐桓公当时感动的不行，这忠心天下无二啊。但管仲说，人哪有不疼自己孩子的？虎毒尚且不食子，他连亲骨肉都能下得了手，他对你能有什么真感情？他今天为了讨好你杀儿子，明天有更大的利益，他照样能杀你。再说树雕，
这人发现齐桓公好色，后宫佳丽多，为了能名正言顺地待在后宫伺候君王，他自己拿刀把自己阉了。齐桓公觉得连命根子都能为我割了，这人太忠了。管仲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哪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他连自己都能下这种狠手，说明他心里的欲望比肉体的痛苦强烈10000倍。他不是为了忠诚才自残，是为了换取在你身边无限制攫取权力的通行证。这种对自己都下得了手的人，一旦有了权力，对别人只会更残忍。最后说开方，这人本来是魏国的公子，有资格继承魏国国君的位子，但他放弃了继承权，跑到齐国来给齐桓公当了15年的跟班，15年里连亲爹死了都没回去奔丧。齐桓公觉得，为了我连王位和亲爹都不要了，天下第一忠臣啊。管仲说，人哪有不爱父母的？父母去世是天下最大的痛，他连这都能无动于衷，你想想他到底图什么？他放弃了魏国一个小国的国君之位，却在你身边蹲了15年，他赌的是将来能在齐国得到的东西比魏国那个位子大得多。他图的不是你的感情，是你屁股底下那张椅子。管仲总结了一条让人脊背发凉的铁律，所有严重违背人类基本天性的付出，背后一定藏着更深不可测的图谋。杀儿子，割自己，弃父亲，这些行为不是忠诚的极致表达，而是欲望扭曲到变态的外在表现。他们现在压抑着，是因为时机未到。一旦你失去了利用价值，这些人会第一个扑上来撕咬你。说实话，这段分析放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让人后背发凉。你在职场上，在生活中，有没有见过这种对你好的不正常的人？管仲告诉你，对你好到不合理的人，图你的东西一定也不合理。管仲用尽最后一口气，抓着齐桓公的手说，我走了之后，求您务必把这3个人赶走，永远别让他们碰权力，否则齐国一定完蛋。齐桓公看着奄奄一息的老人，郑重点头答应了。然后管仲闭上了眼睛，40年的殚精竭虑，在一个深秋的傍晚画上了句号。齐桓公确实伤心了，他给管仲办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哭得像个失去父亲的孩子。他也确实遵守了承诺，把易牙、树雕、开方全部赶出了临淄。但你猜怎么着？没撑过1年，易牙走了之后，御膳房的饭难吃的他嚼蜡；树雕走了之后，后宫里没人能把他伺候的那么舒服；开方走了之后，连个能陪他聊天解闷的人都找不着了。齐桓公是个老人了，他在权力巅峰待了40年，习惯了被人捧着哄着。管仲在的时候，有人帮他把控大局，他可以为所欲为。现在管仲不在了，那些枯燥的政务，冰冷的规矩让他窒息。他说服了自己，管仲虽然是圣人，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吧。这3个人对我这么忠心，不可能是坏人，只要我还握着权力，他们翻不了天。于是他下了一道让自己万劫不复的命令，把3个人全部召回。我觉得这是整个故事里最让人唏嘘的部分。你看，一个称霸天下的雄主，在临死前的那几年，还是败给了人性中最基本的弱点，对舒适感的依赖。他不是不信管仲，他是管不住自己。这和我们现在很像。你明明知道熬夜不好，知道暴饮暴食不好，知道某些人不该交，但你就是忍不住。人性这个东西，2000多年前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3个人回来之后，很快就露出了獠牙。公元前643年冬天，齐桓公病倒了，再也起不来了。易牙、树雕和开方等的就是这一天。他们暗中操纵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互相争位，同时做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他们封锁了齐桓公的寝宫，在4周筑起3丈多高的围墙，
断绝了一切食物和饮水。这位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盖世霸主，被关在自己金碧辉煌的寝宫里，活活饿死了。临死前，他的一个姬妾貌似翻墙进去，见了他最后一面。齐桓公躺在床上，饿得说不出话来，只用沙哑的声音哀求：“给我找口水喝。”那个女人跪在地上，哭着告诉他外面发生的一切。齐桓公听完，老泪纵横。他用最后一丝力气扯下袖子蒙住自己的脸，说了一句话：“我要是死了还有知觉，有什么脸去地下见仲父啊？”然后就断气了。但这还不是最惨的。齐桓公死了之后，他那几个儿子为了争王位，打成了一锅粥，在临淄城里大开杀戒。没有人记得，在高墙里面还躺着他们父亲的尸体。齐桓公的遗体在床上整整放了67天，67天没有人来收敛，尸体腐烂了，生满了蛆虫，蛆虫多到从门缝里爬出来，爬满了庭院，直到太子昭在宋国的帮助下勉强夺回了控制权，才有人终于想起这位老霸主。当宫门被重新打开的时候，那股尸臭弥漫了半个王宫。一代雄主齐桓公，最终以这种连普通百姓都不如的惨烈姿态，被草草装殓入棺。我每次读到这段历史，都觉得特别寒。一个人生前再怎么风光，死后也不过是一具会腐烂的肉体。而那些你以为忠心耿耿的人，在你失去利用价值的那一秒钟，就会变成吃你肉的豺狼。管仲什么都算到了，唯独算不到齐桓公管不住自己的人性弱点。这大概就是制度和人治之间那条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吧。伴随着齐桓公的下葬，管仲40年心血打造的霸业也轰然倒塌，齐国的霸主地位在内斗中荡然无存，很快被晋国和楚国取而代之。那个精密运转了40年的国家机器，失去了核心大脑之后，几年之间就散了架。但管仲留下的东西并没有随着齐国的衰落而消亡。他的观山海理论被后来的每一个王朝奉为财政圣经。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唐朝的茶马专卖，宋朝的交银法，明清的盐商制度，追根溯源，全都站在管仲的肩膀上。他的苍冈时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14个字，穿越了2600多年，到今天依然是治国理政最朴素也最颠扑不破的真理。你去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只要老百姓吃不饱饭，任何道德说教都是空话，任何高压政策都挡不住人铤而走险。而只要把经济搞上去，让普通人有了盼头，社会自然就稳定了。管仲2000多年前就把这个道理讲透了。他是第一个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件事想明白并且做出来的人。他的外交策略，他的经济战手段，他的社会管理模式，放在今天都不过时。你看现在国际上那些贸易制裁、资源垄断、文化输出、道德大旗，哪一样不是管仲玩剩下的？我觉得管仲最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他有多聪明，而在于他对人性有一种激进冷酷的诚实。他从不要求人变好，他只是顺着人的本性去设计制度。你贪财，好，我让你在赚钱的过程中顺便给国家交了税。你好色，好，只要你用人系统不出错，你爱怎么玩怎么玩。你自私，好，我把你的私利跟国家利益绑在一起，你为自己努力的同时也在为国家出力。这种不跟人性较劲的务实态度，比那些一天到晚教你做人的圣人可爱多了，也实用多了。但管仲的故事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持续维护它的人，最终还是会被人性的弱点撕碎。齐桓公的悲剧不是因为他是个坏人，恰恰是因为他是个正常人。正常人就是会在失去依靠之后变得软弱，就是会在寂寞的时候向诱惑妥协。
就是会用没那么严重来说服自己的侥幸心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所有人的问题，包括你我。好了，今晚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2600多年前的那辆囚车，那枚铜带钩，那首行军歌，那场买路骗局，那个饿死深宫的老人，所有这些画面都将随着夜色渐渐沉入历史的长河。但我希望你能记住管仲留给我们的那个最温暖的讯息：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承认自己有欲望，有软弱，有害怕的东西，这不丢人。先活下去，先把肚子填饱，先把眼前的日子过好，然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最务实的方式一点点改善自己的处境。不需要当圣人，不需要逼自己完美。你每天为了生计奔波的汗水，为了家人努力的付出，为了一口饭忍下的委屈，这些东西2000多年前的管仲都经历过。他贪过财，当过逃兵，被人嘲笑过，被人关进过囚车，但他最终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不放弃思考和行动，命运这盘棋就永远有翻盘的那一手。今晚就到这里吧，关上手机，闭上眼睛，愿你今晚做一个没有内卷、没有焦虑的好梦。在梦里，你不必讨好任何人，不必对谁假装微笑，你只是你自己，一个正在努力活着的普通人，而这就已经足够了。晚安，好梦。